澎湖百慕达海巡艇的一空频道。澎湖群岛位于台湾海峡中部，隶属于台湾澎湖县，地处福建沿海与台湾本岛之间，是由9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的群岛。马公港为主要港口与交通枢纽，地形多为玄武岩地貌与海蚀地形，岸边布满珊瑚礁与险峻礁岩。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，冬季受东北季风吹袭，海象常变化莫测，夏季则多台风来袭。澎湖外海因为位处多股海流交汇处，包含中国沿岸流、台湾暖流与黑潮支流、洋流湍急，水流方向变化不定，加上海底地形复杂，常造成船只操作困难与航行危险。在澎湖群岛西南方，有一片被当地人称为澎湖百慕达的海域。这名称并非官方命名，而是渔民与海巡人员口耳相传的暗号，一种对神秘与不可解事物的敬畏。过去几十年间，这片海域发生过多起难以解释的事故。最震惊社会的是2002年中华航空611号班机解体事件，飞机于空中无预警断裂，坠入台湾海峡，机上225人全数罹难。搜救单位曾经长时间在澎湖外海打捞残骸，据潜水人员回报，该海域下方机体碎片密布，犹如飞机坟场。同年，复兴航空一架货机也在附近失联。更早以前，据军方退役人员回忆，甚至有美军于二战期间在此进行侦巡时音讯全无，至今未曾寻获飞机或机员的遗骸。而我们那次的经历，就发生在这个充满未知的海域。那是一次例行任务，从马公港出发，海象稳定，天气预报显示晴朗，毫无异状。我们搭乘的是编号 CG235 的巡防艇，目的地正是澎湖百慕达。我们那天是例行任务，从澎湖马公港出发。天气预报显示晴朗，海象稳定，没有台风，也没有强对流云系。我们一如往常搭上巡防艇，编号 CG235，出发前往西南方的海域巡逻，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澎湖百慕达区域。艇上共有5人，艇长老张，学长阿国，我，阿明，还有一位刚报到不久的小胖。阿明是航空系出身，从小就对飞机着迷，对机种、喷射音、飞行编队如数家珍。天气一开始非常好，海面像一面蓝镜，远处几艘小渔船在晨光中缓缓移动。阿国靠在栏杆边喝着他最爱的3合1咖啡，嘟囔着，今天这样的日子，不巡逻都觉得浪费。艇长笑了笑，别太松懈。这片海域怪事不少，说不定今天我们就碰上什么。又来了，张艇长，你每次到这附近就要讲那套。小胖打了个呵欠，边翻着手机新闻。阿国接话，你不知道吧？华航那架747解体就是在这附近。2002年225条命，连个求救讯号都没有。还有同一年，复兴的货机也失事。我看过那段纪录片，连潜水员下去都说像飞机坟场。我插嘴补充。阿明点点头，这海域的磁场很古怪，不止一次听过罗盘失准，雷达混乱。我以前在学校还听教授讲过，二战时有架美军战机在这附近例行侦巡，后来音讯全无。美军还出动水上飞机搜救，什么都没找到，搞不好被吸进异空间了。小胖嘻嘻笑。阿明没笑，反而神情严肃，你别乱讲，真的有这种说法。像百慕达三角洲一样，有学者怀疑某些海域可能有时空扭曲现象。正当我们聊得起劲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嗡嗡的声音，低沉有力，却异常古怪。不是民航机熟悉的引擎声，也不像直升机的螺旋声，而是一种像是从收音机里传出的模糊轰鸣。你们有听到吗？我皱起眉，立刻四处张望。阿明站起来，眼神一凝，这声音很像 P-51 战机的螺旋桨声。我们所有人都站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天色瞬间暗了下来，原本万里无云的天空竟然从海平线升起一道浓雾，如同一张翻卷的灰幕朝我们照下来。
几秒钟内，四周只剩下船身与数公尺外的朦胧海水。浓雾怎么来得这么快？艇长皱着眉头，拿起对讲机，观测风速与气压，有异常立即回报。有东西！阿国忽然大喊一声。我们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一道模糊的暗影自我们右侧掠过，低空，快速，一架机身银灰、机翼圆润的螺旋桨战机。那一瞬，我甚至清楚看到驾驶舱里坐着一名穿着二战军服的飞行员，他转头望了我们一眼，眼神空洞，像是隔着一道次元。我看到了，真的是 P-51，阿明声音激动，但手却颤抖着。阿国脸色发白，他看着我，你们有看到他眼神吗？那根本不像活人。雷达开始出现杂讯，荧幕上跳出不明回波，罗盘指针快速旋转，无线电发出杂音，克拉、咔、未回交，像是断裂的军事通讯片段。我们几个人全都静下来，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。阿明喃喃道：“这不是现在的东西，这是几十年前的残响，某种频道被我们不小心接通了。”开船离开，艇长下令。我们迅速掉头，全速往北驶离。浓雾如同有生命般从我们背后追逐，直到我们驶出雾区，阳光再度洒落。无线电恢复正常，雷达归零，天色再度明朗。回到港口，我们彼此都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只是默默卸装备。阿国递给我一杯3合1咖啡，嘴唇发白，下次巡逻换别人，我请假。阿明回到寝室后，拿出一本资料夹，是他在大学时搜集的飞行事故资料。他翻到一页，指着上面的照片说：“这架飞机跟我们看到的一模一样。1944年，美军从吕宋起飞，最后在澎湖外海失联，机上仅1人。那张泛黄照片里，飞行员面容清晰，正是我们在空中见到的那个人。”阿明继续翻阅资料，这起事件后来曾有美军后人来台寻访，据说他们带着祖父留下的信件与笔记本，里头提到任务编号、航线与油量问题。他们曾搭船出海试图还原飞行路径，却在海上仪器全部失灵，不得不中途返航。后来便不了了之，只留下那段未解的历史与一张泛黄的老照片。他从资料夹曾取出一张手写笔记银本，递给我看。笔记纸页破旧，上头用铅笔写着几段语句，云层忽然下降，罗盘开始疯狂旋转，听见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呼唤我回家。这段话好像也在描述我们今天的经历，我低声说。我们沉默良久，仿佛仍能听见那声嗡嗡在远方海雾中回荡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。